如果说赤霞珠就是酒里的吸毒欧阳锋霸道，那顺着这个思路，你猜谁是东邪黄药师，谁又是北丐洪七公？这期视频我带你参加一场葡萄酒的华山论剑，把这江湖里所有顶尖高手的酒社全都给他对号入座。咱们先从九阴真经这波人说起。头一个东邪黄药师，桃花岛主，文武双全，性格又傲又怪，这像什么？黑皮诺啊！葡萄酒里的红皇后，出了名的优雅复杂，也出了名的难伺候，对风土要求极高，跟黄老协选徒弟挑女婿那套标准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他徒弟梅超风从天真烂漫变成铁狮，反差巨大，这对应的就是白葡萄里的千面女王雷司令，能做的跟蜜一样甜，也能做的酸度跟刀子似的，那股子凌厉就像他的九阴白骨爪。她老公同师陈玄风就是个猛男，武功大开大合，这对应的就是希拉，尤其是澳洲的色拉子，酒体那叫一个雄壮饱满，力量感十足，跟他的人设绝配。黄药师那聪慧过人过目不忘的媳妇儿冯衡呢，她必须是霞多丽。这葡萄可塑性太强了，可以简单纯净像个少女，也能经过橡木桶变得复杂宏大，像个有故事的当家主母。她的牺牲就像顶级霞多丽给酒带来的那个骨架和底蕴。还有老顽童周伯通，武功深不可测，但天性跟小孩似的。这就像仙粉黛这个葡萄，它既能被酿成简单甜美的白仙粉黛，人畜无害，就是个玩儿。但真正的老藤仙粉黛又是极其强劲复杂的干红，功力深厚，这不就是顽童身体里的那个宗师吗？好，下一组东邪吸毒的对决。吸毒欧阳锋，西域霸主，够狠，不择手段，这妥妥的红葡萄之王赤霞珠啊！年轻时候咂嘴，就需要时间来打磨，跟他的蛤蟆功似的，刚猛霸道。跟吸毒搭戏的有个原创角色叫丹敏，外表甜美，内心算计。他对应的就是意大利的莫斯卡托，这种酒看着甜美无害，却是社交场上的破冰船，能让所有大佬放下戒备。丹敏就是这样，他用亲和力当武器，成了引爆各方矛盾的那根导火索。毕竟在江湖里，有时候点火的比用剑的更致命。再来看南帝北丐这一对，南帝段智兴本来是大理皇帝，后来为情所困出家了，这经历对应意大利的贵族品种内比奥罗，他酿的酒叫巴罗洛，酒中之王，年轻石膏酸高单宁，特别涩口，跟段王爷前半生的修行似的。可一旦陈年，那股子禅意就出来了。北丐洪七公，丐帮帮主，豪爽仗义，最接地气，这必须是西班牙的国民葡萄。单破厉害在哪儿？它能扎根在最普通的日常餐酒里，亲切的不行，但同时它也能在顶级酒庄里陈年成世界级的名品。这种大隐隐于市又能登峰造极的劲儿，完美契合洪七公丐帮之主和绝顶高手的双重身份。这不就是洪七公本人吗？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个原创的乌蛮女子，叫一火，性格火辣直接。这必须是长相思啊！这葡萄的香气太有辨识度了，青草、百香果，有时候甚至有点野，风格就一个字：冲。跟这种敢爱敢恨的姑娘简直绝配。最后咱们来到华山之巅，看看最顶级的对决。第一次华山论剑的冠军中神通王重阳，天下第一，全真教的创始人，他的地位就不能是任何单一品种了，必须是一种更高的格局，顶级混酿的哲学。他追求的不是一枝独秀，而是多个品种的和谐共生，是阴阳调和的境界。这不正是王重阳创立全真教，追求圆融通达的武学大道吗？是真正的集大成者。最后还有个特别重要的串联人物，叫迦兰，一个寻精活地图。他本身不抢戏，但梅他不行，这像谁呢？我琢磨了一下，得是梅洛。这个品种是天生的黄金搭档，最擅长把各种尖锐的口感变得圆融，让一杯酒的格局变得完整。这种不争 C 位却懂得如何成就大局的智慧，不正是活地图迦兰的作用吗？所以你看，以后再拿起一杯酒，你就不光是品它的味道了，你还能品它的性格。他到底是孤傲的黄药师，还是豪迈的洪七公？是霸道的欧阳锋，还是通透的王重阳？这么一想，每一杯酒是不是都有了自己的脾气和故事？它就是一个浓缩的江湖。我是老郭，有时候爱自己喝点，解压放松，想点事儿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记得关注我。